尼加拉瓜政府本月9日宣布与台湾断交，并要求其驻该国的外事机构及工作人员于23日之前撤离。而台当局竟然在撤离前留了一手，将相关建筑物象征性卖给反政府的马那瓜天主教会。尼加拉瓜政府周日晚对此作出愤怒反应，宣布没收相关资产，按照该国法律移交中国大陆。分析指出，台当局的做法与之前造成所罗门国内骚乱的埋雷手法相似，就是要利用自己断交国的内部矛盾来攫取自身利益。据尼加拉瓜新闻报网站报道，上周四是尼加拉瓜政府要求台当局外事人员离开的最后期限，但在此前一天，台当局却将其在马那瓜购置的援助当地办事机构建筑以$1的价格象征性卖给当地天主教马那瓜总教区。报道称，该消息披露几小时后，尼加拉瓜政府作出愤怒回应。政府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尼加拉瓜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于台当局在尼所有动产、不动产、家具和设备等资产，中方拥有绝对且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根据尼加拉瓜法律，台当局在尼所有资产没有交易转移的空间。声明还强调，那些坚持非法操作的行为体将面临相应的司法诉讼，并可能导致入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成立起就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中方高度赞赏尼加拉瓜政府尊重中国主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举。台湾当局试图利用转赠中国国家财产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伎俩是非法的、无效的，绝不会得逞。根据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的全部国家财产，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海外，其所有权应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方上述主张在多年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本月9号，尼加拉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与台湾断绝官方关系。第二天，中国同尼加拉瓜在天津签署复交联合公报。而据台媒披露，在尼加拉瓜与台断交前，台当局已获悉有关消息。台外事部门曾3度欲召见所谓尼加拉瓜驻台大使，试图挽留友邦，但均遭拒绝。而尼方在断交后，现台当局人员在断交2周内搬离，也令台媒直呼罕见。从尼加拉瓜政府这种做法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明确的一个政治的选择，就是坚持个中国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认为这是对国际政治形势一个正确的选择，也是对恢复和发展中尼关系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对尼加拉瓜本身的各种发展来说，更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在为中尼关系埋雷的小动作遭尼政府识破后，台外事部门周一竟发表声明，无理指责尼加拉瓜政府阻碍台方象征性出售资产供天主教会使用后，不法侵占台湾管产并不法转移给中国大陆方面，台方无法接受并表达强烈抗议，将诉诸国际社会向尼加拉瓜政府争取天主教会应有权利，并研议国际诉讼法律救济管道。台湾当局在这个事件上表现出了一种炒作的意图非常明显，非常明显，而且通过打法律手段呢，又进一步提高台湾在国际所谓的知名度，提高台湾的声望，而且希望还能回到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所以他还是要达到政治目的的。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向平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尼方已经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的财产，台当局再想通过打所谓国际官司的手段来进行阻挠，无论从法理还是实力角度都是无法得逞的。不过呢，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折腾一下子，看看国际社会上会不会有点什么小动静，来寻求对他们的一种心理安慰。我想也就是如此而已吧。是无法改变那个管涉属于那个中国人民的这个事实。更无法改变就是尼加拉瓜跟我们建交的一个事实。事实上，台方也承认，此次以象征性$1的金额将管涉出售给马那瓜天主教教会，是以所谓双向源处理模式。
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双向园，曾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官邸，1949年至1978年为台湾当局所谓驻美大使官邸。在台美断交后，由于担心相关产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回，台当局将相关产业以20美元象征性出售给美国参议员贝利·高华德主持的自由中国之友协会。1年后，该协会更以周转不灵为由，分别卖掉部分产业后，也打算出售双向园，方才由台当局以200万美元从该协会购回，并成为台当局在美联络机构举行活动的场地。若依双向园模式处理在你馆舍等产业，台当局的潜台词似乎寄望有朝一日重新购回并再次入主的意味。另外，从日前所罗门国内骚乱的脉络，更可以看出台当局此次在尼加拉瓜的留一手，是为激化断交国内部矛盾的阴险行为。佐加瓦雷2019年领导所罗门群岛与台当局断绝官方关系，与中国大陆建交，成为激进分子挑起此次骚乱的借口之一。观察指出，台当局与所罗门群岛断绝官方关系后，却长期暗中支持马来塔省，加深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例如，去年6月，蔡当局将捐赠所罗门群岛的防疫物资全部送给了马来塔省。而此次有意为台当局代持相关产业的马拿瓜天主教会，当前正处于和总统奥尔特加关系最糟糕的时刻。据美媒报道，奥尔特加有时将马拿瓜天主教会称为贪婪的狼和穿教袍的恶魔，而马拿瓜天主教会一再批评奥尔特加，指责其执政期间侵犯人权。因为双方冲突激化，尼加拉瓜政府还暂停了对马拿瓜教会的资金支持。台湾当局是一方面不甘心他在有关国家失去邦交这种关系，当他失去这帮关系，外交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制造事端，制造混乱，希望从中谋得某种政治利益，甚至刚说了，获得外部势力的支持。但是这种做法确实是不恰当，在国际社会是非常不能容许的，所以当然会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的不满或抗议。今年以来，在美方小部分人妄图搞所谓以台制华，导致民进党当局产生以美谋独幻想的背景下，台湾方面加紧通过与美勾连，妄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台独顽固分子吴钊燮今年8月曾投书立陶宛媒体，妄图借此向世界喊话，让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民进党当局还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不断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而美方除了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的一纸空头支票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挺台动作。1年到头，民进党当局继续在加入世卫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问题上捧得鼻青脸肿。而在美国年末召集的所谓民主峰会上，台当局唯一一次在国际上露脸的机会也被自己玩砸了。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唐凤在演讲视频中搞台独小动作被美方识破，画面被切，仅剩声音，成为国际笑柄。事实上证明，台当局谋独挑衅越激烈，其所谓国际空间就越小。本月尼加拉瓜成为2年来又一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就是有力证明。而洪都拉斯也流露出抛弃台当局的意向，无怪乎岛内舆论认为，若任由民进党当局操弄下去，台湾所谓邦交国变成个位数，将在不久后变成现实。台湾当局认为有美国的依靠，有美国的支持，他认为他就可以拓展国际空间。可是事实上呢，台湾能不能在国际空间上有正当的发展、正常的发展，取决于两岸关系。如果两岸关系好，关系缓和，能够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或者在交公式框架下，那么就会对台湾的参与国际空间做出妥善的安排。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蔡当局在被断交后试图再演所谓捐款闹剧，彻底破产了。尼加拉瓜政府宣布没收台湾办事机构资产并移交中方，那么您对此如何看？主持人好，尼加拉瓜与中国建交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呢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政府就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因此呢，当台湾办事机构撤走以后，那么这资产呢就归中国政府所有。所以呢，尼加拉瓜呢把台湾办事机构的固定资产移交了中国，这呢是合法的。反过来呢，要是尼加拉瓜不移交给中国政府，才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宣称呢，台湾不隶属于中国，还号称是主权独立，这是赤裸裸的台独立场，是两国论。所以呢，尼加拉瓜做得对，尊重中尼建交的协议，尊重中国的主权。主权呢，它不是空洞的，它包括财产权，
和文书档案等等资料。那么对这些持有异议的人和国家呢，大多数都是台独支持者，或者呢是有意的挑拨中立关系的国家。你比如说美国呢，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呢，对它是一个打击。尼加拉瓜与美国关系呢也恶化了好几个月。美国呢特别担心呢，中美洲国家都会向尼加拉瓜学习，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这样呢就少了一个制约中国的力量。所以呢，美国呢有点坐卧不宁，还拿出所谓的产权理论来狡辩。但是呢，要是真正按照产权理论来论道，那么尼加拉瓜把台湾办事机构的固定资产移交给中国呢，恰恰是符合产权理论。因为一个国家的资产属于政府，中国政府呢理所当然的接管，台湾当局呢是无权出卖或者是转让捐赠的。另外呢，这种事也是有潜力的。比如说1992年韩国与台湾断交以后，韩国呢要求台湾驻韩人员24小时内离境，并且呢把台湾办事机构的资产和土地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所以说呢，台湾当局呢现在也不过就是瞎嚷嚷而已。到目前为止，台湾还剩下14个所谓友邦。那么您认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会是哪一个呢？现在呢还不太好说。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呢上个月进行了大选，当选的新总统卡斯特罗选前宣称呢要与台湾断交，转而呢与中国建交，这让美国和台湾呢都吓了一跳。如果成真，那对台湾呢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事呢当然还没完。虽然美国呢在幕后施压，但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的愿望可不是选举语言或者是选举策略。早在2013年，洪都拉斯前总统罗沃就曾公开表示，对同中国建交呢持开放的态度，当时还把对台外交关系呢降为代办级。后来的总统耶南德茨在马英九当权的时候，也想推动与北京呢关系正常化，但是中国呢为了台海和平和两岸的利益暂缓进行。现在呢，洪都拉斯又提出与台断交、与中国建交的意愿，这呢不是偶然的。我估计啊，这个洪都拉斯呢可能是与台断交的下一个国家之一。要不是美国从中捣乱，那么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呢可能就更多了。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呢，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3个拉美国家，包括巴拿马、多米尼加及萨尔瓦多，都抛弃了台湾，与中国呢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当时呢很愤怒，还召回了驻3国的大使。现在啊，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只剩下14个国家，大部分呢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那么再加上几个太平洋小岛国。欧洲呢就剩下了一个梵蒂冈了。对了，梵蒂冈呢已经在和中国讨论建交的事宜。2020年10月份，中梵呢将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延长2年以后啊，西方媒体呢就断定，中梵协议呢最终将导致梵蒂冈与中国大陆建交，也意味着呢梵蒂冈将不得不与台湾断交。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周一签署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份法案中夹带涉台私货，鼓动提升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并且再次炒作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民进党当局对此兴奋不已，但台湾民众却纷纷吐槽，美国的做法无疑是把台湾往战火的最前线推。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一正式签署了价值约7700亿美元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本月早些时候，这份法案先后在美众议院、参议院获得通过。备受质疑的是，这项法案的第1246条至1249条包含大量涉及中国台湾的内容。台湾中央社报道称，法案建议美国国防部邀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并鼓吹制定计划，协助台湾强化非对称防御能力。法案要求美方长在明年2月15号之前提交一份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报告，还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就所谓大陆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任何行动提交报告，并列出美国为应对此类行动所采取的措施。就美方最新法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应询时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借有关法案夹带通过涉华消极内容，或进行政治操弄，拿中国说事。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不得将有关法案针对中国损害中方利益的消极内容和条款付诸实施，不得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苏浩分析称，在美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有一些危险的新动向，比如过去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情报合作是在台面下进行的，但在这份法案中实际上将这种合作公开化。此外，美国回避用军事力量与台湾方面进行直接合作，但却变着法子用柔性的方式来推进与台湾的防务联系。那么实际上美国呢是要想用它的海上的国民警卫队来和台湾方面呢来探讨这种合作的空间，因为国民警卫队它本身来看呢，它不能完全算是美国的国防军事力量，而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海岸方面的这么一个安保的这种需要。但是它把这种美国沿海的这种防卫的这种安保需要的这种国民警卫队，既然跨过太平洋来和台湾来进行所谓的军事上的这种合作，那么实际上它就要把一种美台军事合作呢，把它变换成一种相对比较柔性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合作，所以这个动向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深圳卫视梳理发现，美国过往的国防授权法案也曾含有涉华消极内容，鼓噪台湾参与所谓环太平洋军演也非首次。其中201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首度允许未来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以上级别文官及现役军官赴台交流，交流项目聚焦在威胁分析、军事理论、部队计划等。2018财年最受关注的是强化美台防务的内容，包括邀请台方参加美国红旗军演及考虑重启美台军舰停靠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等。消息传出后遭到中方强烈谴责，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数次公开强调，如果美国军舰抵达台湾，中方就会启动反分裂国家法。他提到，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此后美国军舰始终未越雷池一步。2019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中，国会意见仍大力支持对台军售、提升台湾防御能力等，但将原本参议院版本所写的美军应适当参加台湾军演，如年度汉光演习，改为推动美国和台湾地区进行实战训练与军事演习的机会。而去年美参议院通过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也鼓动五角大楼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但最终美军并未付诸行动。台湾前民意代表林玉芳在台立法机构中长期关注防务和外事话题。在他看来，美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比如鼓噪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的建议就炒作了很多年，但最终是否落实，真正实施邀请动作还是要看美国国防部的态度，国会没有决定权。对于美军来说，他们还需要考虑，若推进这些举动，会不会增加台湾地区军事冲突的风险。通过这个法案，并不意味着美国总统就要照做。譬如说，2020年的时候，川普就把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给退回到行政部，退回给国会啊。国会再把它反否决，所以他就签了字。可是很多他都没有执行啊。我刚刚讲的台湾旅行法没有执行，军舰赴访也没有执行。到目前，美国没有一艘军舰进入台湾的港口。这就是美国行政部门是有节制的，因为毕竟外交的政策的制定跟执行的权力在美国行政部门。尽管过去多次跳票，但美国在新版国防授权法案中夹带大量涉台内容，依然让民进党当局颇为兴奋。台驻美代表处一边吹嘘所谓台美安全合作，一边感谢美方对维护台海和平的支持。然而，岛内民众却看得很清楚。有台湾网友质疑，民进党跟着美国挑衅中国大陆，制造对立，怎么好意思说维护台海和平的？还有民众认为，美国的行为无异于把台湾往战火的最前线推。对于美国夹带私货的背后用意，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是要来骗军火钱，讽刺称这个法案其实就是一部抢钱及炮灰法案。所以美国国会前一阵子才会通过说，你台湾可以向美国贷款买武器啊，你没有钱是不是？没有钱我借钱给你买啊，这都有点荒谬了，你知道吗？这都有点荒谬，就是说要买武器要怎么买？这变成说你要卖一个商品给我啊，我说我买不起这个皮的大衣，我买不起这个车子，那没关系，我借钱给你，你买好了。目标不是要借钱给你，目标叫你买，
所以美国国会跟中国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断操弄台海议题，在涉台言论上反复横跳，但揣摩美方官员的表态背后，实际上显示出美国从未真正把台湾纳入所谓保护范畴，而仅仅是将台湾作为棋子和筹码。今年10月，拜登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释放错误言论，声称美国将会保卫台湾。Can you vow to protect Taiwan? Yes and yes.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f China attacked? Yes, we have a commitment. 拜登的表态严重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也和美国一贯对台战略模糊的政策背道而驰。白宫紧急出面灭火，就拜登的言论向多家媒体做出澄清。CNN 援引一位白宫官员的话称，拜登的涉台言论中没有宣布任何政策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也没有改变。Well, there has been no shift. The president was not announcing any change in our policy, nor has he made a decision to change our policy. There is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今年8月，当时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试图为自己做出的阿富汗撤军决定辩护，竟称中国台湾和阿富汗不一样，强调美国一向信守诺言，并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有关集体防御的承诺，声称美国会在盟友受到入侵时做出反应。随后，美国官员便出面紧急为言论降温，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为了灭火，白宫官员甚至表示总统说错话了。拜登把中国台湾地区和其他与美国有明确防御承诺的国家混为一谈。和拜登的稀里糊涂相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台湾问题上打太极，则更能表现出美国对台湾的真实态度。今年10月31号，布林肯远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主持人反复追问美国是否保卫台湾，布林肯强调了3遍美方会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但就是不明确回应美方是否出兵帮助守岛。There is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We've had a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You ar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at was very, very perfect Diplo speak. So I just wanted, for people who don't speak that language, can you clarify what that exactly means? Are you now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f attacked? Can you be specific, yes or no? Dana, again,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 remain committed, resolutely committed to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cluding making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from any aggression. 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苏浩提醒，现在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在表态上采取模糊态度，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在悄然试探台湾问题的红线。所以在战略上，他采取这种模糊的方式来对台，但是呢，在现实的这个战术层面，美方的态度美方的做法现在是越来越明确了，也就是通过战术上对美台之间在具体的军事领域的这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一些合作和勾兑，以这种方式呢，那么加强美台的这种关系，那么踏上了中国所设定的这个台湾问题的红线，来更大的刺激中国，从而挑衅中国的国家安全，来限制中国的发展。这里上呢也服务于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追求。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远见1年1度的台湾民心动向调查结果显示，两岸若开战，有 52.1% 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政府未做好准备，有 51.3% 受访民众表示不愿意亲自或让家人上战场。至于两岸开战后，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方式协助台湾，33.7% 受访民众认为美国会卖武器给台湾，只有 10.2% 的民众认为美国会在台湾共同作战。美国对华大打台湾牌的同时，还拉着日本一起在台海制造事端。就在日本媒体曝光美日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应对台海突发情况之际，周一下午，中日防长举行视频会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台湾等问题阐明中方原则立场。周一，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视频通话。魏凤和表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提升战略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实现合作共赢。魏凤和强调，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将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双方应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努力维护东海局势稳定。在历史问题上，日方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这才是正确态度和明智选择。中日防务部门应加强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进一步拓展海空联络机制内容，共同管控风险，防止矛盾升级，不断提升防务合作水平。此外，魏凤和还就亚太地区形势、台湾、南海等问题阐明中方原则立场。
而根据日方发布的新闻稿，双方通话主题共有4方面，依次分别是东海和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双方达成一致。由此可见，中日双方关注重点有所重叠。其中，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双方一致希望避免发生偶发性冲突，也凸显了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的重要性。有分析指出，尽管双方在某些技术环节上可能还未完全形成共识，但日方高调释放消息，称力争明年内开始运用，也向外界释放出中日防务关系总体稳定的信号。敏感时刻，双方的防长进行这样一次的通话呢，它反映了2方面。一方面就是目前中日之间的一个矛盾和分歧非常的多，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刻，它急需要双方的防长呢进行这样一次的交流和对话。那同时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也认为呢，双方之间的能够进行这样一次对话，本身就是有一定的一个积极意义的。它能够展示出双方呢，他在面对矛盾和分歧的时候，他能够双方有意愿坐下来，通过一个坦率的一个交流来管控分歧。魏凤和与岸信夫此次通话，也是2人自去年12月以来再次视频会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通话长达2个小时，超过了预定时长。去年的通话后，中方发布的消息称，除了东海和钓鱼岛等议题，魏凤和还就国际地区形势和南海、半岛等问题阐明了中方原则立场。外界注意到，当时台湾问题并不在中日双方沟通内容中。然而，从今年开始，日本频频炒作台海话题。不久前，日本外务省证实，2022年起将会增设所谓台湾担当企划官一职。紧接着，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证实，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制定了新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声称若台海发生紧急情况，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日本西南岛链处建立临时性军事基地，并部署军队。除此之外，此前沉寂已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近期也频频现身，并在一次会议中向中国叫嚣称，若是台湾有事，那么日本和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另据日媒披露，安倍的胞弟防卫大臣岸信夫除帮腔外，更提议首相岸田文雄在其施政演说中加入涉及台海和平的内容，被岸田以未有先例为由拒绝。分析认为，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如今的岸田文雄，3任日本首相执政下的中日关系基本上都呈正冷经热之势。虽然岸田文雄上任还没多久，但其在政治军事上紧随美国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而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到如今的拜登政府，一直都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外交政策之一。日本若紧随美国，那么中日关系难有显著改善。我们看到他外务大臣是林芳正，他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知华派，而那个防卫大臣的岸信夫呢，他则是一个对华强硬派。那我们就看出来，就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就表现了一个接触加强硬的这样一个两手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策略吧。一方面反映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于日本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日之间有矛盾有分歧。那日本对于中国的发展呢，它也确实有存在一种高度的一个警惕性吧。实际上，日本近来在防务领域的一系列新动向，也给中日关系未来走向蒙上阴影。特别值得警惕的就是美日近期公布的所谓台海联合计划。通常情况下，美军在日本不会新建基地，但在假设台湾出现突发情况时，就有了理由。该计划明确指出，两国将在日本西南诸岛选取能够满足淡水供给条件的岛屿，建立临时军事基地，并部署军队，以更好地应对台海未来随时有可能爆发的冲突或紧急事态。在这份计划中，美军将会担任主力，而日本自卫队则负责提供各种弹药补给和辅助。共同社报道称，目前两国已经锁定了大约40个岛屿，包括钓鱼岛附近的奄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之所以选择这些岛，就是因为它们距离钓鱼岛和台湾都非常近。其中距离最近的就是石垣岛，该岛距离钓鱼岛仅200公里，距离台湾仅300公里。美媒日前公布了日本在石垣岛的在建导弹基地的照片。从照片来看，该基地已经初具雏形，而且规模非常大。石垣岛的导弹基地也成为日本在琉球群岛建的第4个导弹基地，前3个分别在奄美大岛、冲绳本岛和宫古岛。虽然日本作为2战战败国，不被允许拥有进攻性军队和武器，但近年来日本一直在试图突破战败国限制。手段之一就是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不断增加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以实现西南诸岛武装化。今年8月，日本正式提出在石垣岛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此前曾有消息称，该基地的建设会因为疫情及当地民众的反对而延迟，但目前看来并非如此。据悉，日本计划在2022财年结束前完成石垣岛导弹基地的建设，并在该基地部署500人以上的导弹部队。
尽管日本屡次强调其导弹部队是为了防御而存在，但事实上，一旦导弹基地建成，只要日本需要，该基地的导弹部队随时可以从防卫部队变成进攻部队。这几年一直在西南岛屿啊，在一些岛屿呢部署一些导弹，提升日本的那个防卫，它所谓的本国的岛屿的一个防卫能力，还是想能够威胁中国进出东海和太平洋的一个海上通道的安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日本近来频繁演练所谓防卫钓鱼岛，还要在靠近钓鱼岛的石垣岛部署导弹，人为制造战争气氛。那么您如何看待日本的盲动呢？如果大家手头有地图的话，可以看到目前日本实力最新最强的奄美、宫古、石垣3个警备队，全是在我海军必经的伊岛链中段，控扼着宫古和石垣海峡，离中国台湾和钓鱼岛都不远，其封锁意图非常明显。如此重任下，这3支警备队自然与众不同，特别强调了对空对海攻击能力。就拿石垣警备队来说，就同时拥有洞3地空导弹和1-2岸舰导弹，尤其后者，它的射程达到200公里。正式部署后，配合遥遥在望的宫古警备队，任何从石垣海峡或者宫古海峡南段经过的大中型舰船，理论上都在他们的攻击范围。而今天大家关心石垣舰基地时，就与此有关。按照之前日本记者菊池雅之在奄美大岛的所见所闻，一个警备队里的1-2岸舰导弹是中队规模，下辖4台6连装的发射车和4台装弹车，最多是有24枚待发弹和24枚备弹。由于石垣和宫古遥遥相望，卡在宫古和石垣海峡咽喉处，那么任何从这儿经过的舰船都要面临一个波次最多48枚弹的攻击，用心不可谓不毒辣。但我想说的是，区区弹丸小岛怎能堵住我们的海洋大门呢？看看最近辽宁舰的编队出岛链，再看看早前中俄联演编队的航渡，日本人的套路无非是多增加些骚扰而已。仔细看日本对华的安保决策，无论实际部署还是舆论造势，都能看出他的内心中有强烈的投机。简单说，就是日本有意利用中美当下偏重竞争的关系，从煽动与刺激的角度，希望绑定美国，围堵中国。就像今天，一会儿说石垣不导弹，一会儿又说台湾安全事关日本安全，明天要搞什么夺岛演习，这些都出自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以美国的印太战略为基础，配合美国行动，而且日本往往先行一步，跳得更高，闹得更凶，无不是向美国一边倒的投机，但本质是日本借助美国力量乱中取利，实现所谓的普通国家化。好的，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根据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文件显示，12月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普通照会，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今年先后2次接近中国空间站，对中国空间站搭载的航天员生命健康构成危险，导致中国空间站组合体2次实施紧急避碰。这2次事件有多严重？星链卫星又有什么来头？来看报道。中方提交的照会表示，中国空间站组合体稳定运行在高度390千米附近的近圆地球轨道，轨道倾角约41.5度。去年4月，美国星链1095卫星原本稳定运行在平均高度约555千米的轨道上，然而去年5月16号至6月24号，这颗卫星却持续降轨机动至平均轨道高度382千米，并保持在该轨道高度运行。这也就导致了星链1095卫星于今年7月1号与中国空间站间出现近距离接近事件。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当晚主动采取紧急避碰，规避了2目标碰撞风险。短短3个月后的10月21号，另一颗美国卫星星链2305与中国空间站也发生了近距离接近事件。鉴于该卫星处于连续轨道机动状态，机动策略未知且无法评估轨道误差，存在与空间站碰撞风险。为确保在轨航天员安全，中国空间站于当日再次实施紧急避碰，规避了碰撞风险。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向深圳卫视分析，星链卫星与中国空间站发生近距离接近时处于连续机动状态，说明卫星是在受到人为操控的情况下改变轨道。
那么是不是 SpaceX 公司把这种操控，有可能导致的接近中国空间站的这种效果视为一种危险？这个需要去查明。所以这也是中国向联合国方面提出正式的照会，并且希望对这样的事件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1967年外空条约是公认的当前外空领域国际法。该条约规定，航天员是全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节，各国应尊重保护航天员安全。美国口口声声宣称所谓负责任外空行为概念，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美方应该尊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体系，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维护在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空间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近年来，随着近轨卫星以及太空垃圾的数量不断增加，各方对太空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多。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数据显示，目前约有3万个左右的卫星以及太空垃圾在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其中数量众多的星链卫星引发的各种意外和危险事件占总数的1半。星链计划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2014年提出，意在建立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报道称，迄今为止 ，SpaceX 已经发射了近1900颗星链卫星。该项目计划向太空发射1.2万颗卫星，未来还可能再发射约3万颗卫星。SpaceX 发射的星链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星座，这个星座本身来讲是具备紧急避障能力的，这是 SpaceX 公司自己宣称的。但是这种能力本身也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这意味着星链的卫星可能处在持续的轨道调控的过程中，而这种调控可能造成它们的轨迹更难以预测，可能对这种同轨道高度的航天器造成非常大的碰撞隐患。美国太空网站今年8月引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宇航研究小组负责人休·刘易斯的研究成果说， SpaceX 公司的星链卫星每个星期涉及大约1600起航天器接近事件，除去星链卫星彼此间的接近，这1600次中有500次都是星链和其他航天器的接近，甚至包括两者在小于1公里的距离之间飞过的情况。目前 SpaceX 公司发射的都是轨道高度550公里左右的卫星，不过该公司还准备将超过7000颗卫星部署在离地330公里的轨道上，而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运行高度则在300公里至400公里。星链卫星给太空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可见一斑。如此之多的卫星运行在近地轨道上，它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网一样，为其他国家进入太空呢构成了极大的风险。因为你的卫星需要具备良好的避障能力，所以现在国际社会也在考虑是否应该对 SpaceX 的行动采取一些规范性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但星链计划与美国军方的联系令人担忧。据有关媒体报道，美国陆军已于去年5月同 SpaceX 公司签署协议，在未来3年内使用星链服务。而根据美国国防部航天发展局2019年7月透露的未来军用卫星体系的规划，每下一代军用卫星将更多的利用廉价的小卫星星座，以代替现有的大型高价值卫星，增加天基系统的弹性。这也让外界增添了对星链计划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忧虑。此外，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卫星轨道和频谱资源主要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进行分配。星链计划的实施有助于美国进一步抢占有限的低轨卫星空间频谱资源。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中国就美国星链卫星2度无故接近中国空间站造成安全隐患，致函联合国，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吗？我觉得这也是个实力问题。从6年前星链概念提出到今天，美军政系统大力配合推进，本质是希望抢占太空和赛博空间的双重制高点，而这一优势呢，又关乎美国的霸权，绝非美国公司所宣传的促进人类共同福祉那么高尚。星链是要12000颗低成本卫星来组成，按照太空探索公司的说法，哪怕你在南极，你也能喝着咖啡在网上冲浪。什么星链有了以后会让亚马逊丛林的部落青年能受到教育，参加视频会议，连远程医疗也能解决。
洋洋洒洒，不可谓不激动人心。但你仔细看，星链从提出到落实，谁是最大的投资方呢？是美国军方，而且主要的技术专利是由军方来分享。您瞧，19年3月，五角大楼向太空探索给了2800万美元的合同，探索星链卫星和美军飞机的天线直接互联，让星链的无死角高速网去保障美军的通信指挥导航。接下去呢，DARPA 的全球监控网，星链的低轨卫星就是该系统的候选搭载平台。更明显的是，美空军直接向太空探索出借范登堡基地的发射场，优先代发星链卫星，特别是那些不出现在公司财报里的额外发射，意味着星链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绝密系统去支持了美军作战。但星链弄得再好，没有好的轨道资源也是白搭。美国有个叫战区的网站说得很直白，美军和太空探索的利益共同点就是以最快速度占领有限的太空轨道和频谱资源。正是这一点，太空探索借美军的平台，从20年起加快发射低轨卫星，颇有在太空中抢车占位之嫌。像这2次，星链卫星危险接近我空间站，实际就发生在距地球340到1300公里的低轨空间，这儿的轨道和频谱资源已经相当紧俏了，国际协调也越来越难。美国的军方和民间公司如此不顾规则的滥发滥射，无非是想先占先得，是21世纪的排他性的圈地运动。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